战印也就是想了想，并没有付之行动。他的自尊心让他做不出那样偷偷摸摸的事情来。于是呢，他就在翻来覆去中迷迷糊糊的梦周公去。那与此同时的某公寓里，周红林从床头柜上摸过了一包烟，抽出一支烟，正想点燃，身边的女人伸过手来，也给我一支。周红林把那支烟递给了叶佳妮，还帮她点着。偶尔抽一支就行。周红林的烟瘾并不大，跟客人谈生意时，他才会抽，平时除非有心事，否则他都不抽烟。海玲不喜欢老是抽烟的男人，嫌嘴巴太臭。叶佳妮会抽烟，不过她平时要装淑女，是从来不在周红林面前抽烟的。现在呢，她和周红林都突破了最后一道防线，周红林为了她也准备和海玲离婚。他觉得呢，没必要隐瞒，以后过日子，周红林也会发现的。他抽了半支烟后，就靠到周红林的身上，柔声问他：有心事啊？没有。叶佳妮笑，柔软的手在他胸膛上游走，舍不得跟你家里那个黄脸肥婆离婚。怎么可能？我是在想，离婚协议该怎么写？我跟我爸妈说了，分给海玲20万，但我爸妈都觉得给的钱太多。我姐知道后也是骂我穷大方，说海玲婚后没有赚到1分钱，不要给她分那么多钱。我就想着怎么说都是夫妻一场，又是我先对不起她，好聚好散的，就给她20万，免得她跟我扯皮啊、吵闹啊。哎，万一把咱们俩的事爆出去啊，咱俩的名声都毁了。叶佳妮把烟掐灭，说道：你爸妈还有你姐是你的亲人，他们才是真心为你好的人，他们的建议你多考虑考虑。下一刻，他又撒着娇说道：红林，我们都这样了，我这套公寓退租，搬去你家里住。周红林亲了亲他，安抚的道：现在还不行，等我和海玲把离婚手续办妥了，咱们再住在一起。他又许诺：你放心吧，我的房子不会分给海玲的，房子车子我都会留着。那存款呢，也就明面上的分给他一点。佳妮，我会保证咱们以后的生活是衣食无忧，也会风风光光的把你娶进门的。叶佳妮放心了，我爸妈老是问我，咱俩什么时候结婚呀？说你这么优秀，容易被人抢走。他不敢让父母兄嫂知道他其实是插足别人的婚姻，骗父母说周红林还未婚的。周红林也才30岁，现在事业有成，说他未婚。他父母信了个十足，在亲朋戚面前没少吹他找了个有本事的男朋。等我离婚后，咱俩马上登记领证，然后举办盛大的婚礼。叶佳妮在脸上亲了一下，软声说道：我都听你的。那两个人卿卿我我一会儿后，周红林翻身下床去草拟离婚协议，写好后给叶佳妮。周红林都是为了他自己考虑啊，离婚协议让叶佳妮较为满意。他最不满意的是周红林要洋洋。叶佳妮内心是希望周红林放弃洋洋的抚养权，让海玲带走洋洋，省得他找碍眼。不是自己生的孩子，谁愿意带着养着？哎，他还年轻呢，周红林年纪也不大，他们婚后还会生孩子的。那有了他自己的孩子，洋洋就会更加的碍眼。叶佳妮心里不爽，并没有表现出来，毕竟她现在还没有转正呢，不好多言，免得周红林反感呀。未来的婆家人也会对她有意见。洋洋才2岁多，不懂事，没有自理能力，在他手底下讨生活，他多的是机会整治洋洋，不急于一时。没问题。叶佳妮把离婚协议递还给周红林，我帮你打印2份，明天拿去让海玲签了。你们俩一人1份啊。周一你们就赶紧去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。周红林就笑道：我比你还心急的。我才不心急呢。叶佳妮边笑着边帮周红林打印离婚协议。就这个夜晚呀，两个人做着美梦，畅想他们婚后的幸福生活，一夜再无话。隔天海彤醒来，到了站印放在梳妆台上的那张字条，他忙拿起手机打电话给沈小军。哎，彤彤，我还没有回魂呢。沈小军眼睛都没有睁开，说话时还打着呵欠，我昨晚很晚才睡。海彤笑道：我就猜到你还没有睡醒，
发信息，你不会的。哎，才给你打电话。战印给我留了字条，他的同事今天上午10点在友谊咖啡厅等你，他手里会拿着一支红色的玫瑰。哎，你不说，我都忘记我今天要相亲了。沈小军睁开眼，人也跟着坐起来，又是友谊咖啡厅呀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不会迟到的。顶多就是早退。那你调好闹钟再睡一会儿，我不打扰你了。彤彤，你不陪我去吗？沈小军每次相亲几乎都是让海彤陪着的。海彤轻松的口吻转为沉重，他说道：我姐今天和周红林谈离婚事宜，我是我姐唯一的娘家人了，得过去一下。那倒是，你得给海玲姐撑场子，不能让周家人欺负了去。昨天傍晚你那个渣姐夫去了咱们的店，说什么洋洋的爷爷奶奶想他了，要接洋洋过去。我都懒得搭理这种人，他在店里没到洋洋，又见我不搭理他，自己悻悻的走了。你在度假呀？我就跟海玲姐说了。海彤冷笑，想洋洋了。他们真想洋洋，就不会想着让洋洋生病。那我他是想把洋洋抢走，就借此来要挟我姐做出让步，甚至净身出户。周红林出轨，被他姐抓个正着，他是过错方。打起离婚官司，分割财产时是要多分一点给他姐的。周家人那样的尿性，哪舍得分钱给他姐啊？不就想拿洋洋做文章，要挟他姐姐让步？海彤最恨的就是这种人，平时对孩子不闻不问的，一旦离婚就抢孩子，好像他失去孩子就会死似的。其实那些人是拿孩子当谈判的筹码，真让他们争取到孩子的抚养权，他们转身就把孩子送得远远的，恢复不闻不问。彤彤，洋洋会不会很危险啊？要不你跟你姐商量一下，把洋洋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住2天，是周家人找不到，也不敢去的，免得他们拿洋洋要挟你姐姐。海彤想了想后说道：能送到哪里去？他的住处周红林知道，老家没有可靠的人帮忙，别说姐姐不放心，他都不放心。沈小军提醒地道：小飞，让小飞帮个忙，他是商家的千金，住的都是安全系统很高的大别墅，加上商氏集团的威名在外，给周家100个胆也不敢去商家闹事。他们也想不到洋洋会在商家，小飞又很喜欢洋洋，洋洋在他那里，他会照顾好洋洋的。海彤听得两眼一亮，对啊，我都把小飞忽略了，等会儿我和我姐商量一下，我姐要是答应，就拜托小飞帮忙照顾一下洋洋。小飞都说了，需要他帮忙的尽管开口。海彤，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向现实低头的，在这个不公平的世界里，有钱有势的人办事就是比我们容易些。沈小军就差说，能倚仗商小飞的时候，不要客气啊。哎，海彤无奈却认可好友的话。那结束通话后，海彤点开微信，商小飞昨天给他发了商太太姐妹俩小时候的相片过来。他当时在度假山庄游玩，就看了2眼，还没有细看。现在重新看那张相片，海彤觉得小飞的小姨小时候真的浴血可爱，穿着小裙子，扎着2条小辫子，笑得天真无邪。看着看着，他总觉得小飞的小姨和洋洋有点像，是不是小孩子小时候都差不多？急促的手机铃声响起，把海彤从疑惑中拉回来了。是姐姐打来的电话，他连忙接听。一接通电话，姐姐带着哭腔的声音传来：彤彤，他们抢走了洋洋。昨天傍晚小军跟他说了一下，说周红林想接洋洋回老家，他当时还打电话给周红林，夫妻俩在电话里吵了一架。什么？他们怎么抢走洋洋的？他才想着跟姐姐商量一下，要不就把洋洋送到商家，让商小飞帮忙照看几天，要不就是时刻看着洋洋，不要给周家人动手的机会。没想到他都还没有跟姐姐商量，周家人就动手抢孩子了。海玲哭道：我带着洋洋去菜市场买菜，我公婆还有大姑子夫妻俩突然出现，我婆婆先是逗着洋洋玩，逗得洋洋开心了，就抱起洋洋。那是洋洋的亲奶奶，我也不能不让她抱。谁知道她抱起洋洋后，很快就把洋洋递给了她的女婿。他女婿
抱着洋洋转身就跑向他停在路边的车子，把洋洋塞上了车，迅速地把车开走。我反应过来，想去追赶，被我公婆还有大姑姐死死地拦拉住。海玲一想到儿子被婆家抢走，以后都不知道能不能再见到儿子一面，就崩溃。姐，你报警了吗？海童气愤周家人的行为，果真是要拿洋洋来要挟姐姐，又心疼外甥。担心外甥受到伤害，更心疼姐姐，但他现在不能慌，他还要成为姐姐的依靠。他冷静地道：姐姐，你先打电话报警。他们是洋洋的亲人，报警有用吗？他和周红林是在准备离婚期间，周家人抢走洋洋，报警后能把洋洋要回来吗？海玲心里没底啊。姐，不管有没有用，先报警处理吧。好，我现在就报警。你公婆他们呢？洋洋被抱上车后，他们就走了，应该是去找周红林了。周红林昨晚一夜未归。海童想了想，说道：姐，你先报警。我和战印现在就去周红林的老家，还有他姐姐家里。他们把洋洋抢走，应该是带回他们老家的。姐姐和周红林刚要离婚，抚养权未定，周家就来抢走了洋洋，报警。估计也是调解的居多，如果调解无效，就只能等待法院在离婚诉讼中一并解决。虽说周家人也是洋洋的亲人，但洋洋从出生开始都是海玲姐妹俩照顾着，跟周家人的感情并不深。洋洋到了陌生的地方，见不到妈妈和小姨，肯定会害怕哭闹，谁知道周家人会怎么对洋洋？姐，他们抱走洋洋的时候，有人看到吗？海童担心他和战印赶到人家都找不到洋洋，然后人家死不认账，说不定还会反过来怪他姐姐没有看好孩子，导致孩子失踪了呢。有人看到我婆婆说我不让她当奶奶的看望孙子，她想孙子想得慌，才用这样的法子抱走孩子的。那些人一听是家事，都不想惹祸上身，大概率也不会帮我作证的。姐，你别慌啊，冷静下来，先报警。我和战印现在就去认家。你报警后再打电话给周红林，跟他说他这样做对洋洋很不好，会吓坏洋洋的。海玲恨恨地道：我打过电话给他了，他说洋洋是他们周家的孙子，他爸妈想孙子了，又说我上班没空带洋洋，以后洋洋就给他爸妈带了。彤彤，我打电话报警先啊。好。姐妹俩结束通话后，海童匆匆地跑出房间，看到刚好从房里出来的战印，他上前去拉住战印，说道：战印，周家人抢走洋洋了，你陪我跑一趟周红林的老家以及他姐姐的家。闻言，老太太和梁姨都出来了。怎么了？老太太关心地问着。奶奶，我姐带着洋洋去菜市场买菜，被她公婆带着大姑姐夫妻俩抢走了洋洋，交给了周红林的姐夫，带着洋洋跑。我估计啊，他们是回老家的，我知道他们老家在哪里。他一个人找过去，怕对方人多，他要不回洋洋，还有可能吃亏，只能拉着战印一起去。遇事时，海童不知不觉间就想到了战印，他对战印有了信任，也有了点依赖。他觉得天塌下来，他都不用担心会压到他。真是一家子混蛋啊！老太太骂了句，就赶紧催促着战印：阿印，你快和海童先去把洋洋要回来吧。去的晚了，他们把洋洋转移地方，那就麻烦了。婚还未离掉，男方就抱走孩子，不能说他是犯法了，只能说是守法激进欠佳吧。那这个时候就要靠自己的能力去找回孩子了。我和梁姨去光明小区陪海玲，免得她孤立无援。还有，你打电话给一晨他们，叫他们兄弟几个，只要在管城的都过来帮忙，人多势众。一旦发现了洋洋被藏在那里，就赶紧通知我们。我们送海玲过去，海玲是洋洋的亲妈，她却要回自己的孩子，更合情合理。老太太年纪大，经历的风浪多，很快冷静下来，做出了一连串的安排。战印和海童匆匆的出门，战印边走边打电话给战一晨。大清早的，战一晨都还在孟州宫。电话响了好一会儿，战一晨才接听的。大哥，什么事呀？战一晨睁开眼看过来电显示，接听电话后又闭上了眼睛。周末没什么事，
他都要睡到中午才会起来的。奕晨，你通知他们，除了老九都到。海童，去你姐的婆家需要上高速吗？在哪个高速路口啊？要上高速，走高速40分钟左右的车程，走 XX 高速。战印又对电话那边的弟弟说道：“你们都在 XX 高速路口等着我和你大嫂，出了点事，需要你们帮忙嘞。听说要集齐兄弟9人，哦，老九还是个未成年人，可以把他排除在外。”战一晨关心地问：“大哥，出什么事了？需要集齐兄弟们？你大嫂的外甥被抢了，他姐要和姐夫离婚，离婚都还没有谈妥，男方家就先上门抢走了孩子。这种情况呢，报警作用不大啊，我们只能自己去找洋洋。”战家人和海玲一家3口见过面，吃过饭的。战一晨对洋洋印象很深，听说洋洋被男方家抢走了，他睡意全无，自床上坐起来，边下床边说道：“大哥，你叫大嫂，不用担心啊，我马上通知大家帮忙找人。你通知他们赶紧去 XX 高速，我们一起去周红林的老家，洋洋估计被带回老家了。”好。结束通话后，战一晨本想在家人群里艾特弟弟们的，考虑到太早了，大家都还在梦中啊，留意不到群里的信息，只得一个个的打电话。那因为是周末啊，那战家的少爷们那全都在管城。听说大嫂的外甥被抢了，几位少爷没有半分犹豫，个个都赶紧出门，前往 XX 高速路口与兄嫂会合。平时兄弟几人都是住在各住名下的别墅里，并没有回老宅那边，无法统一时间到达高速路口。不过前后到时间差也不大。让战役满意的是弟弟们匆忙赶过来，每个人都还记得换一辆10万出头的车子不会穿帮。事实上，从知道战印隐瞒身份和海童闪婚后，为了不穿帮，兄弟几个也像战印那样，特意买了一辆10万左右的车子，放在他们的车库里，有需要用到的时候就用。大哥大嫂，几兄弟都按下车窗，跟兄嫂打招呼。小夫妻俩都是点点头。海童很紧张，担心洋洋被转移了。战印握了握他的手，低沉的道：“放心，能找回洋洋的。”海童用力的点头。战印发动引擎把车开动，这个时候他是不敢让海童开车的，怕他开飞车出事。他没有通知苏南，因为苏南上午要和沈小军相亲。以战印为首的战家9少出动了8位8辆车，浩浩荡荡地赶往周红林的老家。那与此同时呢，老太太和梁姨则是去了光明小区。海童走之前把姐姐家里的钥匙给了老太太，两个人到了光明小区，直接就去了海玲的家里。刚出电梯啊，就听到吵闹哭喊声，惊动了左邻右舍，不少人都在海玲家门口看热闹。周红林，你混蛋！你把儿子还给我！你们一家子混蛋！平时把洋洋当玩具，想逗他玩就过来逗2下，经常是把他逗哭了，你们拍拍屁股就走人。洋洋都2岁零5个月了，你们当爷爷奶奶的，给他买过一件衣服吗？连个玩具都没有买过吗？哎，现在想洋洋了。想洋洋，我阻止过你们看洋洋吗？海玲被公婆还有大姑姐死死的按住，不让她去暴揍周红林，她像疯了一样拼命挣扎哭骂。可能之前已经跟婆家人混战过了，她此刻披头散发，声嘶力竭的还在拼命的想挣脱那一家子的钳制。啪啪，周红英甩手就给了海玲2巴掌。他骂着：“洋洋是我周家的孙子，你和我弟要离婚，洋洋自然归我们，我们带走我周家的孙子，那是我们的自由。你再哭，我把你舌头都割下来。”海玲被大姑姐打了2巴掌，更是发疯，拼命的想挣脱他们的钳制。周父周母眼看都按不住她了，这周红英赶紧帮忙。老太太和梁姨挤开人群，挤到了屋门口，恰好就是看到这一幕。老太太血压都要爆表了呀，她老人家想都不想就冲进去，梁姨随后。用商无痕的话说，就战家老太太年轻时是个情报头子，厉害得很呢。虽说退休后就没有再动过手了，不过她老人家爱玩，身体还是倍儿棒的，
耍起拳脚功夫，那也比一般人要厉害。他冲进去，就是飞起一脚，把正用膝盖顶压着海玲胸口的周红英踢开倒在地上，又来个连环腿，把周父周母也踢倒在地。梁姨赶紧上前扶起了海玲，那海玲一获自由，马上就像个疯子似的，先扑向了大姑姐。周红英都还没有爬起来呢，海玲就以泰山压顶的气势，整个人就扑压在她的身上。哎呦，我的肋骨都要断了！周红英被海玲压得一声痛呼。下一刻，海玲一手抓住她前面的头发，扯高她的头，一手狠狠地抽打她的脸。周红英一下子就被海玲连抽了几巴掌。然后呢，两个人扭打成一团。周红林想去帮姐姐，老太太冷冷地道：“你再敢动海玲一下，我就往这地上一躺。”老太太都一把年纪了，儿孙满堂的，她要是往地上一躺，赖上他们家，那真是浑身是嘴都说不清。万一真让他们赔偿，赔到裤穿孔。战奶奶，这是我们的家事。周红林看着扭打一起的姐姐和老婆，黑着脸说道：“还望你老人家不要多管闲事啊！左邻右舍看了那么久的热闹，都没有人多管闲事呢。”老太太冷冷地道：“海玲是我孙媳妇的姐姐，跟我就是亲家，我亲家姐姐被欺负，怎么就与我无关了？你们以为海玲娘家无人吗？周红林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海玲背后有我们战家，我们就是她的娘家人嘞。”他扭头对海玲说道：“海玲，他们刚才怎么欺负你，你就怎么还回去，只要不把人打死，奶奶都帮你撑着。”那周父周母也帮不到女儿，他们一想帮忙，老太太就是一脚踢过去。周家人惊呆了，哇，一个快80岁的老太太，居然还那么勇猛。在老太太的勇猛之下，海玲和周红英狠狠地干了一架。周红英平时就是嘴毒，真干架，她压根不是海玲的对手。海玲体重占优势，就往她身上一坐，她都无法起身。等海玲停手时，周红英狼狈得不像人。红林这样的贱人，你还留着做什么啊？离婚，马上和他离婚吧。将地出门，这是你的房子，把他赶出去，赶出去。周红英从来没有受过这种委屈、屈辱，在那么多人的围观下，她被海玲暴揍了一顿，此刻同样的披头散发，脸青鼻子肿的，浑身都痛。海玲使劲地往她身上揪，揪得她痛死了。红英啊！周父周母赶紧去扶起女儿，看着女儿的情况，心疼至极。老太太吩咐着梁姨：“梁姨，你跟邻居们好好的说说这家人的恶行，免得以为我们仗势欺人，我们还处于劣势呢。他们2男2女，我们3个弱女人，我还是个老太婆，走路都要用拐杖的了，他们这是仗势欺人呀。老奶奶，你一人顶了人家4个人。”那他年纪又大，用他威胁周红林的话说，他往地上一躺，赖死周家人，周家就吃不完兜着走。梁姨跟在大少奶奶身边几天，已经知道了海玲夫妻俩的事情。海玲捉奸那晚，还是他过来照看洋洋的，于是他把知道的都说了出去。听说周红林家暴，这个整个小区的人都知道的，周红林家暴海玲时，被海玲操着菜刀追了5条街，成了光明小区的大新闻。后来呢，很多有家暴习惯的男人啊，都暗制着自己的拳脚了，就怕自家老婆学着海玲那样操刀。周红林还出轨，被海玲捉奸在床，海玲要提出离婚。这个大家都能理解，谁都不愿意头顶绿帽子。今天本来是谈离婚的，他们周家人心黑，不厚道，竟然把孩子抢走了，还一家人联合起来欺负我们家海玲，你们说说，这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说什么爷爷奶奶想孩子，我告诉你们，他们一直都是给女儿带孩子的。前几天啊，那个女人对她是洋洋的亲奶奶，居然带着生病的外孙去找洋洋，刻意让外孙把病传给洋洋，那小孩子自己嚷嚷出来的。你说有这么恶毒的亲奶奶吗？平时不带孙子不说，孩子是自己生的，自己的责任，老人家帮带是情分，不帮带是本分，怨不得公婆，但那是你们家亲生的孙子呀。刻意要外孙把病传给亲孙子，你说哪个当奶奶的做得出来呀？
围观了好一会儿的左邻右舍，其实知道周红英是什么人，主要是这个大姑姐太极品了。此刻啊，听到梁姨的解说，大家看周家人的眼神，让周父周母承受不了。他们马上过去，把梁姨一推，就要关上屋门。哎，梁姨不会拳脚功夫啊，但也不是吃素的，被他们推了一把，那马上就往回钻，愣是挤开了门，重新挤进了屋里。反正大家都知道真相了。海玲属于站里又被婆家人联合起来欺负的弱势群体。传播八卦速度最快的是大妈们的嘴，不用1个小时，周红林夫妻俩闹离婚。那周家跑来抢孩子，还欺负海玲娘家无人，联合起来欺负海玲的事就传遍了整个光明小区。你个死老太婆，你哪里冒出来的，敢多管闲事啊？周红英获得自由后，对老太太那是恨得牙痒痒的。要不是这个死老太婆突然冒出来，她也不会被海玲暴揍一顿。老太太拉着海玲在沙发上坐下来，很高傲地瞟了周红英一眼，冷冷地道：你真是刷新了我对人性的认知。你不要跟我说话，别人会以为我在跟一头猪吵架。周红英气得又想冲过去。姐，周红林一把拉住了姐姐，刚才老太太说的话，姐姐可能没有听进去。姐，她是战印的奶奶。周红英一下子想起了战印那张总是冷冰冰的脸以及那鹰般的眼神，缩了缩，气焰一下子弱了几分。战老太太，周母说道，这是我家红林和海玲2个人的事，我们不要插手啊，行吗？我没插手呀，你们看到我插手了吗？老太太反问着。她老人家进来后只是插了2脚，并没有插手啊。周母被老太太驳得哑口无言。我倒是觉得你这个当婆婆的手伸得太长，还有你那个女儿嫁出去了，还要管着弟弟弟媳的事，平时没少挑拨离间吧？我说，周妈是吧？你怎么教女儿的？你跟你亲家也有仇吧？才会把这样的女儿嫁入你亲家里。我们呢是洋洋的爷爷奶奶，我们想洋洋的就是接洋洋回去住一段时间。你看海玲闹得我们像是人贩子似的，她还报警了。那周父开口了，海玲报警后，派出所的人来了解过，知道是家庭纠纷，也只是调教了一番就走了，并不能帮着海玲找回洋洋。哎，你们那是接吗？没有跟海玲商量一下，不顾孩子的哭闹就抱走孩子，那是抢啊！把你们当成人贩子，还是给你们脸了？周父张张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梁姨去拿来了冰块，让海玲先敷脸。至于被海玲打得脸青鼻子肿的周红英，梁姨没有看到。周母也想去拿冰块给女儿敷脸，发现没有冰块，都被梁姨拿给海玲用了。意识到啊，老太太的战斗力很强，主要是她年纪摆在那里，周家人都有点投鼠忌器，怕死老太太往地上一躺，让他们吃不完兜着走啊。周父清了清嗓子说道：老太太小俩口闹成这般，我们也很痛心。我也骂过我家红林的了，但是小俩口都坚持要离婚，我们今天过来也是陪着红林来闹离婚之事的。洋洋始终是我周家的孙子，我们接走他绝对不会伤害他，就意思是先不谈洋洋，谈离婚。老太太拍了拍海玲的手背，轻声说道：彤彤和阿印去找洋洋了，放心吧，没事的。海玲自己没有车，与妹妹通过电话后，妹妹夫妻俩去找洋洋，她则找周红林算账。只是啊，她就一个人，周红林却是一家人，她吃了亏。幸好老太太和梁姨赶到，裁解了她的危机。周红林适时地拿出了他昨晚写好的离婚协议书，他对海玲说道：海玲，我是做了对不起你的事，我认，我也知道你不可能会原谅我的。那既然我们俩都死心了，这婚姻也无法再经营下去，咱们好聚好散吧。这是我写好的离婚协议书，你看看没有问题。咱们就在上面签字，下周1就去民政局把离婚手续办了。海玲冷着脸接过了离婚协议书，一看她又气得想撕了周红林。那老太太呢，也拿过周红林写的那份离婚协议书来看，看完后，老太太深呼吸，再深呼吸，才控制住自己的怒火呀。周家真是一家子的混蛋。
周红林看到海玲的脸色难看，他厚着脸皮说道：这套房子是我婚前以个人财产买的，房产证上也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，房子肯定是归我的，车子也是我买的，也归我。你虽然有工作了，但你才上班几天啊，试用期都还没过呢，无法证明你收入稳定，我吃亏点要了洋洋的抚养权，你以后每个月给2000元给洋洋当生活费就行了。洋洋才2岁多，还要吃奶粉，晚上睡觉也要用尿不湿。等到3岁了，还要上幼儿园，幼儿园的学费现在是一年比一年贵。小学、初中虽说不用钱，但高中、大学确实要钱的，长大后啊，还要给他买房，帮他出彩礼钱，娶个老婆，这一笔笔都是钱。我要洋洋的抚养权，只让你每个月出2000元的抚养费，已经是很照顾你的了，谁叫我是洋洋的亲爸呢？只能吃点亏了。我平时开支太大，存款并不多，不过我也愿意和你一人一半，分给你3万元。海玲知道离婚的夫妻会撕得很难看，谁也不让谁，曾经同床共枕的人会成为仇人一样。她并不想撕的，但周红林太过分了。她深吸一口气后，撕掉了周红林写的那份离婚协议书，再把纸碎扔向周红林，冷冷的道：周红林，婚一定会离，但不是这样离，你想用3万元打发了我，没门。房贷我可以不跟你争，但你婚后还房贷的钱是你的工资收入，那也是属于共同财产，你房子不分给我，就要补偿我一笔钱。你的存款有多少，我心里有个大概啊，你别想拿3万元就打发我。本来呢，我是想着跟你认识了12年，结婚也有3年多，看在洋洋的份上，并不想和你闹得太难看，但你却抢走洋洋，这一点让我无法忍受。该我的我1分都要争取，不该我的我也不抢。房子的装修是我出的钱，我早就和你说过，离婚要把装修费还给我。周红林无耻地道，我也说过，装修是你自愿掏钱出来的，我是1分不会给你，你要是觉得吃亏了，你把地板砖撬起来带走。海玲冷冷地瞪着他，冷冷地道：行，你不把装修费还给我，我自会用我的法子讨回来。你说你要了洋洋的抚养权是吃亏了，既然吃亏了，你就把洋洋的抚养权给我，我不怕吃亏。不行，洋洋是我周家的孙子，必须归我们周家。周父强势地道。周母也附和着，洋洋，你休想得到，那是我周家的孙子，姓周的。周红英则叫嚣着，红林，这房子是你的，你们都要离婚了，把他赶出去，不能再让他住在这里了。他要是赖着不搬走，让他交房租。死肥婆把他打成这般，他绝不让这个死肥婆好过。洋洋以后要跟着他爸妈生活，他爸妈则是在他家里住着，等于洋洋是要住在他家的。海玲这样子对他，他从洋洋那里讨回来，有海玲跪着求他的时候，海玲冷笑，等我讨回了我的装修费，我自会搬出去，不用你们赶。装修费1分都没有。周红英叫嚣了2句，觉得脸更痛了。海玲还有冰块敷着，他没有啊，痛死他了。他两边脸都火辣辣的痛，不用照镜子也知道此刻的他脸肿得像猪头。海玲，他绝对不会让海玲好过的。法院见吧。老太太开口，你们周家欺人太甚，既然谈不拢，也不必再谈了。海玲，你去起诉离婚，法院见。周红林威胁着海玲，海玲，真打官司，你得不到半点好处，你妹妹和这些人帮不到你的。闹得太僵，你以后想见洋洋都难。一旦海玲起诉离婚，分割财产，他就把洋洋藏起来，让海玲这辈子都见不到洋洋。海玲冷冷地瞪着他，不把他的威胁放在眼里。他要起诉，要分割财产，要争儿子的抚养权，该他得的他都要争取，绝对不便宜周红林和叶佳妮。这边呢，海玲跟周红林谈离婚谈不拢，那边的海童带着战印兄弟几个赶到了任家。洋洋是任姐夫带走的，海童想他必定是把洋洋带回他的家，不会在周家的。任家是一栋自建的3层楼房，里外装修的都很豪华，
在村子里格外的显眼。任姐夫也是刚把洋洋带回来没多久，他以为海玲姐妹俩就算知道洋洋在这里，也无法过来把洋洋要回去的。他老婆一家人能拦住海玲姐妹俩，所以呢，他把洋洋带回来后，就让洋洋跟自己的小儿子玩。他趁老婆不在家，躲在房里玩游戏啊。洋洋突然间被带走，小家伙哭了一路，被姑丈扔在1楼的大厅，陌生的环境，又见不到妈妈，他被吓坏了，哭闹得更加厉害，一边哭一边叫着妈妈，我要妈妈。任姑丈的父母在厨房里忙活着，并不搭理洋洋，任由他哭得嗓子都哑了。任小宝看着哭嚎的洋洋片刻，忽然走过去就打洋洋。洋洋正伤心难过呢，小表哥还打他，他生气地推开小宝。小宝没站稳，一下子跌坐在地上，立即大哭起来。他的哥哥姐姐爷爷奶奶听到他的哭声，全都出来了。哥哥，洋洋打我。任小宝二人先告状，任大哥不分青红皂白，就上前就踹了洋洋2脚，洋洋被他踹出1米远。他2步跨上前，再把洋洋提起来，一巴掌接着一巴掌打着洋洋的羊，边打边骂。海童一下车就听到洋洋的哭声，他冲进来看到的就是洋洋被打的一幕。